霍不疑不容置疑地从西边边陲回来，文帝看到他的样子心疼，知道他在边陲吃了很多苦。文帝怪霍不疑身边有用的人一个也不带，带了最笨的。阿妃跪在霍不疑的身后，闭上了嘴，被认真地骂了一顿。对于皇帝的这一说法，他没有任何反驳，也没有生气，似乎承认了皇帝说的是事实，又萌又可爱。看剧的人都知道阿妃确实比阿启笨，但这两个兄弟和霍不疑总是形影不离，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。为什么霍不疑去了西北边关5年，却没有带阿启，只带阿妃去？重写了几次戏剧后，我发现没有带阿启去，是因为阿启有更重要的事情。霍不疑决心杀灵异的时候，他并不想活着回去，没想到随着程少商、三皇子元慎的加入，这件事有了转机。他不仅报了仇，还恢复了自己的身份，跨越国界生活5年，这样的结果他欣然接受。大仇已经得报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他都愿意。但是唯一担心的是程少商。尽管程少商原不允许他，但从他和程少商联手联合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把程少商当成了自己的妻子。保护程少商的安危是他的责任。现在自己正要离开，他只能把这件事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，而最可靠的人是梁秋启和梁秋飞2个兄弟。这2个兄弟跟随他多年，与他出生入死，对于他的忠实，他从未怀疑。在这2兄弟之间选择，阿启一定更合适吧。阿启比阿妃年长，人也更理智稳重，面对一件事他知道如何处理，即使毫无疑问，他也能一个人挡着。但是阿妃不一样，霍不疑无疑是他的少主君，阿启是他的哥哥，有什么事当然上面的2个人会支持着，他只需要负责执行他们的命令就可以了。所以多年来他其实受到了保护，如果真的让他一个人的话，他就不能胜任，所以只能把阿启留在京城照顾程少商。程少商在这5年间躲在深宫里，但没有遇到任何明面的危险。但是毫无疑问，考虑的还不止于此。他把事情看得更长远，想得更周到。他想要的是程少商一世的稳定，程家与程少商有关系的人都需要阿启随时关注，所以这5年来，只要是与程少商关系密切的人，都成了需要保护的人。而且霍不疑对程少商的了解是阿启的功劳，所以霍不疑把阿启留在京都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在月升沧海的最后，程少商与霍不疑终得圆满，2人经历这次分离，也更懂得彼此，更珍惜对方。而这次的和解看似甜蜜的背后，却是充满悲哀与无奈。因为程少商决定重新接受霍不疑，不是源于原谅，而是一次为爱的妥协。程少商是个怎样的人？被欺负就要还回去，待他不好，他便不会将对方放在心上。这样一个锱铢必较、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就算心中再不舍，也绝不会宽宥。可当他看到霍不疑有生命危险时，他还是妥协于内心对霍不疑的在乎。因为深爱，所以难以忘记；因为投入太多，已无法抽离。于是他选择违背自己的原则。而这不是程少商第一次为霍不疑妥协。明明不喜欢规矩束缚，但他依旧在权势与传统下一点点改变，变成众人心中尽可能配得上子胜的女娘。原本恣意洒脱的她，被打磨成了进退有度、端庄守礼。尤其2人分手后那5年，程少商变得判若两人。5年前的他虽然吃过不少苦，但性子活泼灵动，总能找到开心的乐子。可5年后的他，却选择将所有的苦都压在心中，变得懂事稳重，再也不见他鲜活模样。程少商的心结在于他20多年人生里多次被抛弃的经历。出生时，程氏萧元一因战事匆忙离家，而年幼的他因家族纠纷而被舍下。好不容易等到父母归来，得到的却是种种质疑与猜忌。当他终于等来想要的婚姻，以为可以有个自己的家庭，余生不再受束缚时，大意劝他放弃。和霍不疑情谊日笃时，他却先后2次舍弃他，一次是他决定自己亲自动手复仇，一次是在悬崖边。接连遭遇也让他更加封闭自己的内心。对于这段感情，相比观众们的期待和开心，赵露思则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问他对于剧中霍不疑程少商的感情怎么看时，满以为得到的是终于有了依靠，或者很幸福。想不到赵露思的回答是宁愿他们不曾遇见。
这个回答让不少剧粉吃惊，毕竟后来的程少商是真的爱上了霍不疑。我想或许答案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程少商在感情里一次次退让吧。从始至终，程少商想要的不过是简简单单、安安稳稳的人生。他从没有招惹过任何人，也没有做错过任何事，却因为霍不疑的闯入打乱了他整个人生。他的前20年人生太苦，细细数来，竟没有一刻是无忧无虑的。特殊的成长环境让他不愿意依附任何人，也不愿为任何人改变。可后来却为了霍不疑耐心学着如何做好合格的妻子。大家心疼霍不疑身负仇恨活得太苦，可又有多少人注意到程少商的隐忍和无奈呢？